你也来啦？刚好我中午带凤凤他们到处去逛逛，然后回家吃饭，你也一起来吧。哦，我来和严总拜个年。我家里还有事儿，我中午再过去吧。大家新年快乐啊！我先走了。你们先聊，我去送我柳柳啊。嗯。他怎么了？没事吧？柳柳，哎呀，怎么了？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怎么会突然去找严总呢？没有啊，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那个给严总拜个年。可是你的表现告诉我，你好像有心事，气色这么差。我昨天晚上家里的邻居一直在对面打牌呢，吵了一晚上，我没睡好。我刚才没好意思说，其实我是想回去补一个觉的。你放心吧，珊珊，我没事儿，我中午就过去吃饭了啊。真的没事啊。但是你有什么事儿，你一定要跟我说啊，千万不要憋在心里面。知道啦。新的一年了，开心一点。行了，你快回去吧，我先走了啊。拜拜。刘成浩把封家的投资的那1000万全都给盗领走了，现在人也找不到了。珊珊，一定跟封腾说说，封家那么有钱，可不可以等我们找到尤成浩再说？千万别让我们先背上这1000万啊！妈，我都说了，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跟珊珊没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呢？话不能这样说呀！你借的是封腾的钱，封腾都要娶珊珊了，那就是珊珊的钱，妈妈只有拜托他呀。妈，您别再说了，我本来就是这个事情的负责人，我就应该担当责任的。这个钱我自己会还清楚的。你怎么还啊？妈妈把你拉扯到这么大容易吗？你居然欠了那么多钱，我们就是8辈子不吃不喝也不一定还得清啊！珊珊，你知道从小大伯母最疼你，对不对？你帮帮我们啊！你要是不帮我，哎呀，我死了算了！大伯母，去。你在家陪他们吧。我们去找封腾。柳柳啊，路上把这事跟我说清楚。珊，快走！帮忙！到底怎么回事？对不起，我不能把珊珊嫁给你。什么？不嫁了？大弟，不是讲这个的，我是让你来求情的。你闭嘴！既然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我就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似的，还把珊珊嫁给你。现在，我以薛家家长的身份向你承诺，这1000万，我一定会还你。哎呀，伯父，1000万就当我们封家的投资，投资跟结婚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要珊珊还，我们也不会要薛家还的。不行，这钱必须得还，这婚礼也必须得取消。我们珊珊不能在欠债的情况下嫁到你们封家。我薛某人这辈子也绝不占人便宜。哎呀，都要结婚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没什么欠钱还钱的。凤小姐，请你明白，我们薛家是嫁女儿，不是卖女儿。这个婚礼，我绝不会同意的。封腾，你别听我叔说的，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是我没有管好尤成浩才把钱卷走的，而且
我其实是薛家抱来的孩子，跟薛家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所以这件事情跟珊珊没有关系，跟你们的婚礼也没有关系。哎呦，你说什么傻话呀？这1000万你拿什么还呀？哎呦，你这辈子都会毁了，你知不知道啊？这是1000万，你少说几句可以吗你？还怎么还？怎么还？你别还了！怎么？你呢？还想不想跟我结婚？不知道。薛深深，结婚的意义是什么？结婚的意义，这时候结婚的意义是2个相爱的人发誓这辈子不管健康残疾、贫穷富贵，都要不离不弃，相互扶持。你要为了这1000万不跟我结婚吗？可是这1000万，柳柳也是为了家人，你也是因为我才相信柳柳的，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如果我们结婚了，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们家发生了任何问题，都是要我们共同面对的，而不是像你爸刚刚所说的，是你们家欠我们家的。薛深深，你现在因为这1000万就承受不住了，那我想问你，如果以后风腾欠了几百个亿，整个集团都倒闭了，到那个时候我承受不住了，你会离开我吗？不会。可是，一边是你，一边是我爸，我也得为我爸着想啊。风腾，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看着我，你现在有足够坚定，相信我。我们可以先不谈婚礼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婚。这件事儿呢，之前其实我已经知道了，只不过不想影响2家人的婚事儿，就没说。那你怎么可以装得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你们究竟把我们薛家看成是什么样的人啊？哎，伯父，您别激动啊，这1000万呢是尤承浩拿的，那明天我们把他找回来，这1000万不就还了吗？您说您现在取消他们的婚礼，那明天人回来了，那他们怎么办啊？那要是找不到尤承浩这个人呢？人海茫茫，他要躲起来，你怎么可能找得到他？伯父，您别紧张，我们呢已经报了警，这不大过年的吗？我们想回到上海之后啊，马上处理这个事儿。总之，这个事儿交给我解决，好吗？不行，就是这一点不能妥协。如果真的找不到尤承浩的话，这1000万我们薛家会来承担的。说白了，你们封家今天之所以会损失这笔钱，还不是因为封腾认识了珊珊？1000万啊，对你们来说是没什么，可这不是钱的问题，这可是关系到我们薛家的尊严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嫁珊珊而把这件事情一笔勾销。和钱比起来，我们薛家和珊珊的名誉更重要。其实事情真的没那么严重，我们封家每年投资几10个亿、上百个亿的，没有人会在乎这1000万。我
我怎么听起来觉得你是在拿钱压人啊？这婚礼难道就不能取消了吗？珊珊是我的女儿，我就做不了这个主？我真的没有拿钱压您的意思，一点儿都没有的，真的。好了，都冷静一下啊！伯父，就算是要还钱，你看现在天这么晚了，等到明天早上起来再说吧，好吗？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家的意思了，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好不好？二叔，对不起。回家。我说大姐，你放我进水了，你这个不用我们进去了，你干嘛还往自己身上揽啊？真气死我了！身为爸的女儿，我太了解她的个性了，连1毛钱都不肯欠别人，何况是1000万。就算让她做几辈子的西装来还债，她都会去做的。封腾虽然不会逼我们还钱，可是柳柳心里应该会有疙瘩吧？我更不能这样厚脸皮的去结婚。唉，封腾当时想给柳柳一个机会，大概也没想到连我们自己都深陷泥沼吧。现在该怎么办啊？这些都是讨论怎么挑日子、婚礼细节的方案，我准备的好辛苦。王叔从上海特地拿过来的，就是准备这一次跟薛爸薛妈商量好。现在好啦，婚礼还不知道办不办呢。每一家都有规矩，我们的婚礼就等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再说吧。解决？哦，你真的等薛家筹齐1000万？还给我们才叫解决啊！如果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办法，我当然想维护他们的尊严。好吧，我知道我哥一定有本事顺利的解决，不为难他们的。那我们呢？明天就回上海了，珊珊跟我们一起吗？先不用，我希望他留下来，多陪一下家人。你也辛苦了。我也累了，睡了。你早点休息啊。长，还真是淡定啊！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傅小姐，你们特意从上海来这一趟，我们招待不周，还搞出这些事儿。我都没脸过来跟你们告别了。伯母，您千万别那么说。伯父也是担心珊珊的名声，所以才会那么生气，我们都可以理解。说实在的，如果真的为了1000万，我们封家就不认珊珊这个媳妇儿，那岂不是给我们封家留下骂名吗？所以呢，伯父那边还请您多多替我们美言几句啊。傅小姐，我谢谢你的大人大量。老头子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彼此谅解了啊。伯母，这事儿你就别担心了，等这事儿解决之后啊，我们再来拜访你。哎，好。是的呀，珊珊还是要跟我哥结婚的呀，对吧？是啊。封腾呢？在楼上，收拾呢。那我带我妈上去跟她打个招呼吧。哎，好。先生，这箱子我先拿到车上去。好。封腾。伯母。那我们就先回上海了。好，好，好，那路上小心啊。您注意身体。哎，这你忘了拿了吧？哎呀，来来来，哎呀，真的是。来，
这是彤彤啊，啊，还有我，这个是爸。哎，这什么时候拍的呀？这个？你私底下调查我的家人，就在我们决定交往的隔一天。对，哥，怎么还不下来呀？像我之前我都跟你说过我有哪些家人了，你是不相信我吗？所以才暗中调查我。既然你那么不信任我，为什么还要决定跟我交往？珊珊，不是这样的，你不要怪我哥，都是我找人调查你的。即使风月不找人调查，结婚前我也会这么做。珊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其实呢，这是风家人了解你们家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你看，你们老家这么远，那风月呢找人拍点照片，了解一下你的家人，千万别生气啊！所以你们都记住了，满意了，同意跟我结婚了是吗？我是不是应该很开心啊？好好过年。我们先不讨论结婚的事，以后也用不着讨论了。哎，珊珊，珊珊，回来。对不起啊，哥，太不小心了。我这就去给薛家人道歉。不用了，我们回上海。咱们家大爷爷妻就住在这儿，想要了解点什么，派个人过来一趟不就行了吗？弄得结婚前还要被调查一番，搞得我们像黑户似的，至于吗？这些有钱人做起事儿来，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真是冷血无情。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生气的？我要有几个亿的身价，我也会这么做。在你回来之前，我也让彤彤上网，了解风腾的背景。这年头，台面上的人一举一动，都有记者帮着盯着。咱们薛家默默无闻。珊珊，你想想，风家几代人积累的财富，凭什么就你薛珊珊几句话上门当了媳妇？尽享他们荣华富贵，同样都是调查，只不过风家是用了花钱的方式。如果你觉得受不了、不开心，正好趁现在想清楚，还有个退路。现在的重点也不在这里，我看有成浩是找不到这个人了。我们一家人都要做好节衣缩食的准备。珊珊，事到如今，你要不要辞职？干脆不去上海了，留在老家。
你让珊珊辞职啊？哟，珊珊在上海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再说也考上了那个 CPA 的证书啊。你让她回来，在咱们这个小镇上，能找到什么工作来还那个1000万呢？你这不是要逼死珊珊吗？ 对不起，伯父。找人调查你们家，绝对没有看清你们家的意思。我知道，你们封家家大业大，你有这样的举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只是通过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做封太太。那不行，我已经向你求过婚了，而且我跑这么远来提亲，我不能白白浪费时间。柳柳那1000万，既然伯父坚持要还，那我们就等还清1000万之后，我们再结婚。 柳柳说，刘成浩的爸爸也有投资500万，当然现在也没有人要回去，只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拿出更多的钱还给你们。不过扣掉之前一些运作成本，我们至少还有350万。所以，我不建议你们把350万变成1000万之后再还给我。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吗？我一直很相信你。好，你放心，我们薛家一定会还你1000万的。还清了1000万，你要马上嫁给我。珊珊。 你不会真的要离职吧？哥，你不会真要让薛家还那1000万吧？你们真的不结婚啊？我们当然会结婚，只是往后推迟一点。哎，珊珊，我跟你说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我跟你延期那500万，你不用还的，对吧？没事儿。 谁要因为500万不让我哥结婚，我就跟谁急。不行不行的，都说好了，1年之内还清这1000万。风月，你是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吗？啊，有。这是薛父的心愿，就让珊珊了了他父亲的心愿，再嫁到我们封家。那个。 丽树，你们婚礼准备的怎么样啦？准备的挺好的。我们决定回美国办正式的婚礼。昨天我也跟风月商量过了，我们在老宅办订婚，然后就直接飞美国。哎呀，我说你们真是折腾人啊！雷声大雨点小的，一开始把我忙得团团转，现在倒好了，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哎呀，太开心了。虽然只是订婚啊，但是不能马虎。我和风月会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风家老宅。 谢谢。走吧。你暂时不打算结婚，是真的准备让薛珊珊还钱吗？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这是最好的办法。也真是难为你了。这个世界上啊，最难的给予就是在给予对方的同时，还让对方觉得备受尊重。你想的挺周全的，也为难珊珊了，还得做出一些违背自己天性的事情。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很清楚，单纯、天真这些在商场上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那个曾经活泼天真的薛珊珊，有可能会为了赚钱变得圆滑世故。当然我没有恶意啊，我只是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喜欢那个令你轻松自在又简简单单的薛珊珊。我知道你想说的意思，但是珊珊她不是一个贪婪的人。我相信随时间的增长，她会越来越成熟，反而也会越来越世故。但是她毕竟要嫁给我。我想，某些方面的艰难，应该不会输给她自己的创业。我们应该支持她。其实我就是有点感慨，因为我曾经努力的想成为配得上你的那种女孩，我现在看薛珊珊就有一点看到我当时的那种影子，觉得她特别辛苦。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希望你能幸福。我当然明白。千万不要为了一些像赚钱这样的事情走了岔路。哪有好妹妹不关心哥哥的？我倒是很想知道，我跟薛珊珊就这样继续走下去，会是什么样子？一个人跑回来了？你现在还想结婚吗？怎么了？是你爸妈在美国那边筹备婚礼，遇到什么事儿了吗？你刚刚又去找凤腾了吧？对呀，我一下楼你就不见了，你也不等我。听到珊珊和凤腾要延迟婚期的消息，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啊？对哦。哎，你不说我都没想到。哎呀，你吃醋了？真吃醋了？哎，你说我这一路上吃多少你前女友的醋啊？今天终于换我享受一下看你吃醋的感觉了啊！我没有吃醋，我是在理性的分析。那我也很理性的告诉你。我现在对风腾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就算风腾跟珊珊将来没有结果，也与我无关。我现在最喜欢的人是你。你不知道吗？人有的时候是需要吃醋的，因为吃醋对身体好。我现在就是特别期待看到我离开封家、离开老宅之后，跟你在一起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跟我在一起的世界啊，保证让你快乐的天旋地转。这是虚拟货币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进度，没有了那些资本，这个项目也很难再进行下去了。如果大老板还有兴趣的话，我愿意无偿将这些资料都给公司。这个企划案很好啊，其实可以卖很多钱。不如我们聊聊。那就把剩下的那350万当做我卖企划案的钱，做我的创业基金吧。成交。不过作为债主，我想要知道你做什么生意。珠宝。珠宝？我大学室友的父亲在云南经营一所玉矿。虽然我一直没有钱，但是这4年里面，我聊着也就聊出兴趣来了。我还有一位学长在日本的珍珠企业工作。说老实话，我对宝石业的了解是要多于科技业的。柳柳，过去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呀？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存钱，本来是计划从一个小小的银质工艺工作室开始做的，但是现在既然有这么大笔负债，我就得改变计划，不能再那样干了。现在，我想要创立一个属于中国的时尚珠宝品牌，
柳柳一向很有生意头脑的，我知道有一天他的能力终究会发光发亮，却没想过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我的条件是在你们没有还完钱之前，这个公司要隶属于丰腾旗下。为了方便掌管你们的账务，用丰腾集团做背景，珠宝公司的运营效益应该是加倍的吧？无论是银行的借贷，还是宝石商的往来，都会信任许多。大老板这是想帮我吧？我是个生意人，只有你们顺利了，我才可以顺利拿回钱啊。珊珊，你还是决定帮柳柳？这不是帮，是薛家的大事，我不能缺席，必须要参与。但是你要知道，出了这扇门，你们就要靠自己。珊珊，大老板趁过年的时候去你家提亲了吧？你们就结婚啦？珊珊啊，看在我们是同一间办公室的份上，以后喝喜酒的时候，我们要坐得稍微靠前一点点啊。恭喜你了，以后得改口叫你丰夫人了。我走了以后，你们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啊，照顾好自己，不要太想我了。科长，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啊，我也要谢谢你，这段时间尽心尽力。虽然我觉得你这样离职，觉得很可惜，但是再想想呢，也就是换个位置，继续协助大老板。珊珊，恭喜你！谢谢科长。如果新的员工来的话，我每天都会拨出时间来交接的。好。小伙伴们，我走啦。珊珊，我真的很对不起你。要不是因为我，你不用离开公司，也会顺利跟丰腾结婚的。有什么好对不起的？说起来，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呢。感谢我？我想过了，就算我将来跟丰腾结婚了，我也只是丰腾集团里那个小小的财务助理。然后年复一年的等待的升职加薪，做一个大公司里的小螺丝钉。但是现在因为你的关系，我可以出来创业了，也许也算是一半的大老板了吧。那当然啦，从今天起，我们俩就是不分你我的薛老板了。我觉得我又往大 boss 的世界里跨进了一大步。你也别多想了。总之呢，咱们俩呢就努力的干，好好的干。如果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的话，那将来你一定要让我当成丰太太不就行了？我们一定行的。好，那1年之后，你就是丰太太，我就是薛大老板。薛大老板，我们出发，出发！这里啊，都是我们整理出来的最优秀的店面。人流交通都是最好的，而且租金实惠，房东又好。这间的平数啊，开7间店实在是太理想了。它距离地铁车站只有100米，出口还正好对着店门口，简直是太适合了。这个店看上去是不错，不过我们的预算有限，而且这上面也没有标注多少钱。是这样的，这个房东呢对房客也是挑剔的。
表明了价格只是其次，只要两位肯出价，我负责帮两位去说。不然我们还有一些精选的店面，租金比较便宜一些，但也是最好的地段，可以给两位参考看看。奇怪了，我怎么看这些店面都觉得眼熟呢？啊，这些不都是丰腾的房产吗？可恶，又想拿上次那招骗我。方先生，麻烦你了，只要房东是丰腾先生，请您一律帮我们自动删除。其实封先生的房产也没什么不好的，是吧？全都是高档次的黄金店面啊，保管赚钱的。如果没有其他的店面了，我们去别家看了。别！这样吧，我给我们店长打个电话，看看有什么其他适合的店面，再推荐给你们。那这次就麻烦你了，我们现在是做生意的，还有，请你转告，只要是没有房产证的，我们一律不租。哎，好嘞，那请两位在这休息一下吧，好吧？谢谢啊，谢谢啊。你对丰腾的产业可是了如指掌啊。我就是扫了一眼，还没有完全实际了解。大老板，薛小姐说直白了，只要是您的房产不租，还要有房产证明呀。我们家胖婶变聪明了。燕青，你母亲上个月是不是刚买了一个店铺啊？两位请。这个是我们店主的私藏店面，不随便租人的。方先生，我想问一下，这里租金1个月多少钱？6万。对。其实这个地段来说，这也不算贵，就是我们的预算有限。方大哥，我们要开的是中国的本土品牌，而且我们有信心跟隔壁那些国际品牌较量。只是我们的资金有限，能不能便宜点？要不这样吧，5万，4万，4万。你要是能够答应的话，我们立马就可以签合同。这样吧，我给我们店长打个电话。那你快去吧。你喊4万会不会太好了？哎呀，喊喊看嘛，万一4万5也可以呀，反正能少点就是点。房东说了，4万成交。谢谢啊，谢谢，谢谢。成交了。是啊，好不容易。有你那么狠心的男朋友吗？又要人家还钱，还让人家付你房租，吸血鬼！你个臭丫头！好在呢是自家人开的店，倒也放心很多。哎，是不是就开一家店就可以了？那我完全可以帮忙啊！马上打电话给百货公司的汪董。冯月，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插手。你不帮忙就算了，还不要我帮忙。我说风月，你把大哥的事都揽着做了，你还让大哥做什么呀？知道了。伯父。伯父，
家珊珊就住在这儿。对。你们还打算继续交往下去？当然。我听珊珊妈妈跟我说，她已经离开集团了。是。刘刘想要开一个珠宝店，他们在忙着装修的事情。我实在搞不懂，你要他们还钱，可你又不跟珊珊分手。伯父，我和珊珊相爱，为什么要分手呢？不过，我们薛家2个丫头肯定会很努力的。但是，就算他们再努力，1000万不是个小数字。要是他们还不完的话，一定可以还完。我可以养着珊珊，直到她还完为止。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要帮着你，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就踏实多了。凤檀，你是好人，谢谢你。伯父，谢谢你。回城吧。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先放一些这个。你们请选一下这个颜色好吗？There's another lacking imperfection. Sometimes you've been hurt, then you learn a thing about a few more. 整人，这味道还可以吧？可以。爸，你也吃啊？好，我不饿。这2天辛苦了啊。哎，不辛苦。爸，怎么了？爸，给你说件事。这是什么呀？5万块钱。啊，爸，你不是要给我钱吧？不用了，你自己留着用。听话啊！你也别小看这5万块钱，1000万就是有很多个5万块凑起来的呀。知道，但是爸，你不能收你的钱，我都这么大了。听话，收着啊。爸呢，有就这点能力，好吧？能帮你多少就帮你多少啊！好好的，谢谢爸。然后2层是给员工的设计的休息室。哎呀，有蟑螂啊！别！快过来，给我们打蟑螂！它跑到哪去了？快点过来啊！哎呀，怎么会有蟑螂呀？这里面终于逮到你了呀！哎呀，一定是隔壁餐厅跑过来的。不行，我们得投诉。这么大一只，哎，风头呢？人呢？注意背上了。我回来啦！不是告诉你回来之前告诉我一声，你一个女孩拿这么多珠宝，多危险啊！
放心吧，是柳柳护送我回来的。我们俩正在为这批主打的戒指发愁呢。你说这宝石是有红色的还是有玫红色的呢？红色的消费者比较容易接受，但又怕太常见了；玫红色的呢，又怕太新潮，就是接受程度比较低。你眼光好，帮我选一个吧。你别动。玫红色。你说的是玫红色？对。这个玫红色。玫红色。可是这是大红色的哎。以后关于红色系的问题，不要问我。为什么呀？不色弱。色弱。哇！你真的有色弱吗？啊？什么颜色？这什么颜色？这什么颜色？这什么颜色？色弱，我哥有色弱，我这个当妹妹的竟然会不知道。哎呀，据我所知啊，这个色弱呢是会经常发生在男性的身上，什么大红色啊、桃红色，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逛街的时候一定要让我们男朋友帮我们选衣服啊？他们太无辜了，老被我们骂。那我们得给多少天底下男人平反呀？哎，郑琪、言青，你们俩不会有问题吧？我没有啊，所以嘛，我永远都是个当创意总监的料，而我们风大老板就是当大 boss 的料。那有什么呀？大老板只要认得钞票是什么样子就好啦，是吧？有道理。哎，我说你们这么公开的聊别人的弱点，这样好吗？好啊。那既然大家这么开心，我们跳舞。所以，你右手食指受伤还没完全好啊？那你字写的那么漂亮，一定下了不少苦功吧？我发现你最近的闲暇娱乐，就是搜集我的缺点。我们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我总得多了解你一些吧。像你们这种大老板，想了解谁，花钱派人去调查就行了。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就只能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发现、去了解，是不是？这小嘴儿越来越会说话了。跟你学的。好吃吗？是丝瓜呀。哎，你怎么会点丝瓜呀？我最不爱吃这个了。现在也会挑食了？这也是跟你学的。你怎么不跟我学点好的？哪好？好欺负我！亲爱的，你跟这个盆栽是有仇吗？明知道我对这些花花草草不感兴趣，还硬要我弄。自己动手，怡情养性。你就是爱折腾人。大假期的，人家珊珊都不能休息，还得出门赚钱还你这未婚夫。说出去都没人信，我都替他叫屈。我觉得我这个决定实在太好了。他现在开始注意到我了，开始注意到我的缺点，注意到那个除了集团公告还有2个礼拜的我，你知道吗？
他现在开始学会挑食了，他已经学会在同等的高度看我，而不是仰视。哎，都是男人哎，快给我解释一下，我哥这是什么逻辑啊？下周就要开幕了吧？是啊，但是还有一批数据来时的坠子被大雪困在了南非，来不及空运过来。你说这不是摆明了要开天窗了吗？你一个管财务的，这个也要烦恼你？当然啦，光装修就花了1个多星期了。如果第1个月还没有打平成本的话，再这么拖下去，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还你的1000万呀？你可要注意身体啊！别那1000万还没还，就把自己身子累坏了。我还指望你给我生宝宝呢。对，我不能太累，我要尽快把那1000万还给你，然后我要跟你结婚，然后真真正正的成为风太太，再让你们风家子孙满堂。先说不结婚的，可不是我。这1000万会真值，让我们2个像真正的情侣了。开始，晚安。风尚珠宝呢，是由我和我表姐共同创立的一个比较时尚的珠宝品牌。我们主要都是请一些比较年轻有为的国内设计师来为我们全新打造的。比如说这一款，大家最近都有看过《来自星星的你》吧？这个店呀，可是我未来的大嫂和她的堂姐一起成立的，你们可要多多支持哦。你哥是什么人物啊？子公司开幕还需要我们大家的支持吗？当然要多支持啦！只有这个品牌做起来了，他们才可以心无旁骛的结婚啊！快过来看一下吧。这里设计的还不错哎。整个都挺简单的。这里呢都是我们今年的主打款，每一款的背后都有一个小故事。您可以上前拍。冯大哥，2位同学好，这位是今年1月份来的客户。火火，你怎么在这儿啊？来做设计助理，所以也不好事先跟你打招呼。你先忙。你认识王红？是啊，他是自己过来应聘的吗？是啊。他在国外是学珠宝设计的，刚回国，也没什么工作经验，这是他第1份工作。你怎么认识他？他爸可是上海市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家。看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更换合作银行了。你没认错吧？面试的时候他还特别拜托我们要给他一个机会。在珠宝方面，他确实需要一个机会。不会吧？
S，这是我跟我堂姐一起创立的珠宝品牌。其实啊，珠宝的真正价值是体现在于这个宝石的原料，还有这个工艺的本身。啊，你看那些国外的珠宝品牌，对我们店里也有的，但是我们品牌。打搅一下，不好意思啊。失陪了。我有点去看一下。珊珊，你怎么把丽叔的订婚礼作为你的销售中心啊？小心他生气啊！哎，不会的，不会的，我送了他一对耳环，他说了，金一亮，最好呢从这个月就开始还钱了。丽叔现在也当真起来了。不错嘛，突飞猛进，越来越好了。对名牌也开始认识起来了。下次咱们逛街的时候，没有借口不买了啊！我这是赚钱的知识，不是花钱的习惯。我现在还负债。哎，我跟你说，珊珊，你看这……哎，吴太太。欢迎要是看到自己的女儿这么漂亮的出嫁，一定会非常的高兴。谢谢你今天让我以哥哥的身份，把你嫁出冯家老宅。记住，我还有风月，永远都是你的家人。好兄弟，照顾好他。放心吧。丽叔，你一定要狠狠的、狠狠的幸福下去。一定会幸福的。珊珊，丽叔，祝你们幸福。如果郑琦欺负你的话，跟我们讲，我们帮你出气。珊珊，我只有当你在祝福我。我一定会幸福的。可走吧。其实你还没有想过要怎么办我们的婚礼吧？没关系，还有1年的时间，慢慢想。我的确没有想过要办什么样的婚礼。你们家的婚礼也不是我能想得来的。但有不喜欢的吗？其实我不喜欢庭院婚礼，要配合天气，太没有安全感了。我也不喜欢气球拱门，既浪费钱又不环保。我也不太喜欢上新闻，但是我知道，你的世纪婚礼肯定众所皆知。所以，结论是？结论就是，没有结论，让我好好再想想吧。删除法是个好办法。删除法。不知不觉，我跟风腾之间的关系好像有了变化。我觉得自己不再像是他身边的挑菜工、小跟班，而是真正的女朋友。面对事情能一起讨论，一起解决，而风腾似乎也乐在其中。总之是好的变化。
这也是我帮你买的早餐。啊，谢谢啊。不过我平时不太吃早餐的。那怎么行？你工作一天那么辛苦，以后你每天的早餐都我帮你准备。真的不用了。还有，你应该叫我柳柳姐。你看着真的很年轻。呀，送早餐啊？这么好啊？有没有我的份儿啊？我先去工作了，早餐记得吃啊。哎，这个王红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送早餐？你能不一大早就八卦吗？人家王红比我小5岁哎，当我是个姐姐而已。是吗？小5岁呢？哎呀，年龄不是问题，有爱就行啦。哎，今天是月底结算了啊，你还不快去工作？哎呀，月底结算，啊，好吧，那我去月底结算了。爱心早餐。这50万呢，是封上这2个月赚下来的钱，先还给你。经营店面需要现金，这个你们先留着。那怎么行呢？既然赚了钱，就得还给你啊！怎么，嫌这50万太少，看不上眼啊？等你什么时候赚足了100万，再跟我谈还钱的事。哎，对了，今天王叔打电话来说有一个阿姨要回你们老家，要不要带一些家乡的土特产啊？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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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如果下个月 FS 的业绩可以破100万，我给你带2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难追？啊，对了，我要去摆个工资。颜色挺好，就太肥了。哎，换一件。露太多了，哎呀，不行，我再去挑挑啊。珊珊啊，你到底要挑什么样的衣服啊？下个月初就是丰堂集团的年会了，风尚作为丰堂集团子公司之一，代表我有资格去参加。这次我志在必得最优雅女士。可是你不是一向对这样不切实际的头衔一点兴趣也没有吗？我这次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这是为了投资。你想啊，如果我拿得了最佳优雅女士奖，大家能不注意到我身上的珠宝吗？这可是推销风尚的绝佳机会。而且不用花1分钱去买平台登广告。原来是这样呀！对呀，多划算。颜色太重了，我再去挑挑。走。他不会走火入魔了吧？哎哥，珊珊还在里面呢。都准备了1下午了，
不会吧？珊珊竟然花1下午的时间梳妆打扮呢？可不是嘛，你们都不知道吧？这一次我带珊珊去跳洋装，她特别的认真，她不停地问我哪件衣服更好看，不停地问我怎么样可以把首饰给推销出去。不会是你把人家逼太紧了，为了还债，她走火入魔了吧？不了解他吧？能让薛珊珊走火入魔的，只有……今天要不要竞争一下最优雅女士？当然啦，而且分成伯爵名，这样我的礼服钱就赚回来了。成交。柳柳，你怎么还没有回去啊？我等你啊。等我啊？对啊，我送你回家吧。哦，谢谢，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回去。哎，柳柳。现在颁发的是最优雅女士奖，得奖的是薛珊珊。薛柳柳，你很可以，2个月不见又傍上大款了。刘成浩，你终于出现了。你要是个男人的话，就赶紧把那1000万还给封家。1000万，花了。这么短时间你就全花光了？哎，我尤成浩是个非常重视事业的男人，全投事业啊！要不是当时你去封腾那儿多嘴，那虚拟货币的负责人就是我了。我至于成现在这种地步吗？难道负责人不是你，你就可以拍屁股走人吗？我告诉你，你卷走了公司1000万，你是违法的。1000万我会再赚回来。行啊，石柳柳啊，这店规模不小呀，拿我爸那500万开的吧？你要干什么？我发现我拿走封腾那1000万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可是我爸这500万可不是给你用来开店的。尤成浩，把钱还给我，否则我就告你去。好啊。那我现在就报警，看警察先抓谁。报警？你个臭娘们儿，你还想报警？干什么？你放开我！报警？报什么警？你报警干什么？哎，你谁闪开？别管事！喂，柳柳，我在参加封腾年会呢。珊珊，你终于接电话了。你怎么啦？打这么多电话？刘成浩找上门来了。什么？哎，柳柳，你没事吧？我没事儿，没事，都是王红帮我挡下的。哦，小 case，小 case。
像尤成浩这种人，往往都是豁出去要钱不要命的。下次你们一定要报警，当然也要注意一点方法，不要硬着来，好吧？好，那你们先休息，辛苦了，我们走吧。好，谢谢。尤成浩已经被带进公安局了。我已经让严晴联系过律师了，这2次的事情会一并处理。你给你家人打电话了吗？哦，不用，医生也说了，就休息几天，看看头还晕不晕。要是不晕，就可以出院了，不用惊动他们老人家了。我想尤成浩一时半会也出不了公安局，你们2个忙了一晚上年会，都累坏了吧？快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照顾王红就行了。啊，对，风大哥，你们就先回去吧，我真的好得很。这个家伙都已经被打伤了，还想找机会跟柳柳独处，看样子是真喜欢柳柳啊。那好吧，那你们早点休息，我们就先回去了。明天你们就别去公司了，我明天一早到公司去处理就行了。再说吧，行了，你们俩快回去吧。行，好好休息。你还站着干什么？快坐下。哦。你头还疼不疼啊？有一点。你不觉得王红很喜欢柳柳吗？只是她看起来年纪太小，柳柳也一直拿这个当挡箭牌。不过据我观察，这个王红啊，确实比同龄的男生要成熟许多。珊珊。从明天开始，你不要去上班了。为什么呀？珠宝店本来就有风险，如果有一天王红不在，遇到坏人，你们2个怎么办？这次只是意外，我们店有保全系统的，你放心吧。如果遇到歹徒呢，大不了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总之不会起争执的。你们2个是女孩，如果他们要的不只是钱呢？风腾，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你太没有安全意识了。我现在告诉您，那1000万不需要还了，没有欠债也没有还债，你不用去了。不行，珠宝店不能因为尤成浩这个意外，就不继续下去了呀。珠宝店是因为1000万而开的，你听到我说了吗？你不需要去了。风腾，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但是珠宝旗舰店不光只是为了赚钱，它还承载着柳柳的梦想。柳柳好不容易踏出了这一步，我不能因为尤成浩乱来，我就把他一个人丢下了呀，是不是？就是说我不需要你还那1000万，你还是要经营珠宝店。风腾的脸色这么臭，我能跟他说实话吗？那个，我想今天真的是吓坏大家了。你说的我会好好想想的。你可以想，但这是我的决定。傅先生，早餐已准备好了。好，谢谢。你还是要去上班是吗？那个，昨天已经让王红和柳柳休息了，今天我要是再不去的话，那店怎么办啊？风腾，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柳柳一个人孤军奋战。
你们的公司可以存在，但是不要有店面，免得惹人耳目。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其实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是想想，像我们几百万投资的珠宝店都要面对这些危险，那要像你们丰腾几百亿的集团，我想你一定是水里来火里去的这样走来的吧？虽然你很强大，我只是一介弱女子，但是面对这样的风险我都挺不过去的话，那我将来怎么能够配得上你呢？遇到尤承浩这样的意外，我就躲起来。那不论是从外在表象方面，还是从精神层面，我都没有资格配得上你啊，对不对？薛珊珊啊，你真的是越来越有主见了。我可是想了一个晚上，这些连吹带捧的话哄你呢。虽然脸色不好，但是丰腾也没有强硬的阻止我去店里，应该算是过关了吧？哈哈。两位大哥，今天珠宝店不营业，你们不用这样吧？啊？风先生交代，珠宝店24小时必须有保安人员。你找保镖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说连我都有贴身保镖的话，会不会有点太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你坚持要继续上班，我只能这么做。那你说珠宝店门口一下站2个保镖，这样会不会太吓人了？那你说这样客人还敢进来吗？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但是你们店面的生意是由你来负责。薛珊珊，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商量。你说犯错的人是尤承浩，为什么我得被24小时监督啊？这不是监督，这是保护。丰腾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这尤承浩都被关押了，说这何必呢？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以往咱们丰家的女人都低调，也就是逛街、聚会、聊天、喝茶，身边都是熟人。可这一次呢，珊珊跟柳柳一起创业，2个女孩子，啊，又是珠宝行业，怎么低调得起来？肯定得多个人保护，不是？哎，珊珊，我说你就听我哥的话吧。你说你现在出来压力又大，我没有担惊受怕的。风月，你要是来替丰腾当说客的，就免了。无论如何，我都要还那1000万。我也不可能现在就丢下柳柳一个人辛苦经营呀。我知道你有骨气，但你知道我哥最在乎的是什么吗？是你的健康，你的安全。上一回你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哥人都急疯了啊！这一次那个王红脸上的伤，要是在你的脸蛋上，我可不气死才怪呢。哎，我觉得你们这样不对啊。虽然你们俩的血型都很特殊，那你也不能把珊珊当成温室里的花朵养吧。做生意嘛，总会遇到一点这样那样的小麻烦。你别看我经营的是书店啊，我跟你说，我经常遇到那些没有素质的客人。如果我一遇到这种人，我就不做了。那你说我生意怎么做下去？丽树，你不帮我就算了，你还在这敲边鼓。哦，风月，你放心，我又不是永远都待在珠宝店。
只是我眼前放不下。我总想着要还你1000万，以后你们就叫我1000万好了。如果保镖能让风腾安心，那好吧，那有保镖就是了。哎，我说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倔起来，真的跟我哥是一模一样。风月，品若，丽叔，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听说你前阵子结婚了，怎么都没有邀请我呢？啊，我是在美国结的婚，在国内只办了亲友订婚席，所以没有邀请你。我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风腾的女朋友薛珊珊小姐。嗨，你好。你好，风腾现在还好吗？哦，很好。哎，品若，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呀？哦，对，这是一个时尚杂志的记者王鑫，我们刚刚采访完。风尚珠宝，是我们的产品。听说风腾集团最近出了一个珠宝品牌，看来是真的。这个风尚珠宝呢，是珊珊跟她的堂姐一起经营的。哦，难怪。他们家有几款珠宝都很前卫，你们有接触过吗？那就要看薛小姐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广告喽。当然有了，我们珠宝有很多设计都是大师级的设计师设计的，而且背后还有很多感人的小故事。这是我的名片，欢迎你们杂志来采访。哦，好的，一定一定。哎呀，王品若代言的东西还真不少哎，不过真的好像没有珠宝啊。哎，风月，如果请王品若做代言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呀？说呀。什么时候冯家饭桌上可以玩手机了？哎，我是真的很想请王品若做代言，她现在具有国际知名度，如果她愿意为我们的珠宝做代言的话，那我们的品牌就可以向国际迈进一大步。珊珊，你可以的，我哥都不让你去工作了，哎，你居然还要追着他的前女友代言，你疯了！哎呀，这风腾脸一板啊，连郑琦都不敢说话。你说你有没有点眼力劲儿？好了，我知道了，回头我就跟他好好说说。你别说了，我求你了。依我看啊，你就不要去店里了，柳柳那边你也跟他交代一下就好了。哎呀，不行不行，至少今年还完钱之前，我绝对不会离开的。哎，风月，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上王品若呀？如果能请她来代言的话，搞不好我能尽快的还钱。哎，你真的打算找王品若来代言啊？她是风腾的前女友哎。我知道，但是我只是请她代言，又不是请她来家里玩儿。徐珊珊，你真的假的？你怎么那么单纯呢？哎，我跟你说啊，这个王品若呢，她可不是我。我之前喜欢风腾是因为我一厢情愿，但是这个王品若跟风腾可是实实在在交往过的，对吧？像这种女人能走到今天，绝对不是胸大无脑的。这躲都躲不及，你还把她往前面凑。哎，我相信风腾。我哥听了这话，不知该哭呢，还是该笑啊？反正我是快哭了。他肯定会笑的。
吧。既然今天这么特别，想要干嘛？我想赖在家里，可以吗？正合我意。对不起，接个电话。喂。啊？时尚杂志啊？要做专访？哦，对，我们店的总负责人是薛柳柳。那下周3可以吗？我来安排一下。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好吧？谢谢，拜拜。时尚杂志要采访柳柳。你确定要找王品若代言？是啊。您好，我是王品若的经纪人，王品若同意代言，具体的细节我们面谈。王品若的经纪人回复我了，王品若已经答应做我们风尚珠宝的代言人了。他的经纪人给了你回复啊，但是他本人给我发了短信。薛珊珊，你是太天真，还是你想考验我？都不是啦，我只是想用一个最好的方法来帮助风尚珠宝。而且，你不是说过，不要看你说了什么，要看你做了什么。现在，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而且我是100%的相信你，所以才敢这么做的。好像听你这么一说，我不同意反而是我的错了。王品若代言肯定给品牌带来加成效果。这次我一定要卯足全力，让这件事成型。要我接受采访？是啊，时尚杂志都已经规划好了，要给你跟王品若做一篇专访，然后专门陈述一下咱们珠宝每个系列的小故事。这不行吧？为什么不行？这些设计师都是你找的，当初自然也是因为你心里有想法，他们才会答应。而且杂志媒体又不是电子媒体，你所说的到时候都会变成文字，你也不用担心你会说的坑坑巴巴。你是不是该去拿设计师的图了？哦，我这就去。我们今天会就到这儿，散会吧，带你去忙。珊珊，跟尤承浩的那场恋爱，真的把我给谈怕了。起初我心里一直就想着还钱，也从来心里一直都在抱怨。我一直都在抱怨，你说命运怎么那么捉弄我呀？虽然我是我妈领养来的孩子，但也不至于这么悲惨吧？我当时利用尤承浩来到上海，利用他摆脱我妈。我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可是我还是上路了。后来又捅了个1000万的大篓子，这真不能怪别人，都怪我自作自受。现在我不抱怨了，因为有因有果，所以我就想赶紧结束这个错误的路，走好我自己的每一步，重新开始我的新一条路。所以你以后别跟我再说什么谈恋爱、交男朋友的事儿了啊！要谈也得等你跟风腾开开心心结婚以后才行。柳柳，能够跟你一起创业，我真的觉得很开心。仔细想想，这段时间可能是我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有工作能力的时候。就在我人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之前，
能够有这种机会，感觉很棒。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要想了，一起加油吧！加油吧，加油！商人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但是我就是不习惯他对除了我以外的事情认真。我说你呀，这是当老板当惯了，就喜欢所有人围着你屁股后面转，对你100%投入，这是病。要治，有默契。你说珊珊吧，啊，是个有责任感的人，对你又信任，虽然有些心思没放在你身上，那又怎么样呢？你看我们家丽叔，对所有人都特别大方，唯独对我盯得紧紧的。哎呀，偏偏他那个书店的事业对他来说，那简直是游刃有余，完全转移不了他的注意力。哎，电话都来了。喂，宝贝儿。啊，刚打完。当然跟你一起吃晚饭了。行，晚上见啊。哎，拜拜。哥们儿，我先撤了。哎，我们这个月的利润应该有200万哦，所以下个月初我跟刘柳决定再还你100万，这样的话我们就总共还了你450万。真难得，你居然想留100万在身边。没有，绝对没有的，那个钱是要付给王品若代言费的。现在只要找明星代言，价格不菲了吧？嗯，值吗？值得啊，当然值得了。王品若的配合度很高，我们已经规划好，马上就要进摄影棚拍照了。而且下个月他跟柳柳的专访也就出来了。你知道吗？至少有2家高档百货公司知道王品若要代言，主动邀请我们社柜呢。不过王品若拍广告，倒是有个希望。希望？他希望你能去探班。轩轩，你这个表情很奇怪。很奇怪，有吗？也好，刚好我们很久没见了。真的吗？那下星期5下午3点，哎，我让琳达把行程摆上。轩轩，你要这么开心吗？我为什么不开心啊？这个鸡汤不好喝，吃饱了。哎，我真的是来陪你喝鸡汤的。哎呀，你说怎么办呀？如果封腾不来的话，王品若会不会不拍呀？真是受不了你啊！我还怕封腾来了，他们俩旧情复燃呢。你倒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还好拍了风又来订场。这话说的，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王品若吗？我也不否认呢。辛小姐，那边有事情需要你过去确认一下。啊，好。哎，封腾来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现在是大老板喽。
大明星，多谢你帮忙。 It's okay， 就算无偿代言也是应该的。封腾，你来了。啊，王小姐这次真的很帮忙。王小姐，我未婚夫绝对不会让你无偿代言的。钱当然是要朋友赚才是嘛。生意归生意，有交情尤其要重金礼聘才对呀。有未婚夫？我忘记跟你说了，我们快结婚了。对，她是我未婚妻。未婚妻。汪德先生，所以你跨足时尚界就是因为你未婚妻了？哦，原来风尚财务长就是风先生您的未婚妻啊！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既然跨入时尚界，是不是请你们接受我们专访呢？我们也想要求你接受专访呢，可以吗？不好意思，各位，风尚是由我未婚妻还有她堂姐共同打理，我从来不插手，所以不能够接受你们的访问。那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焦点放在王小姐身上，抱歉，失陪。 我们的拍摄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有需要跟王平若小姐拍照的话，请赶紧就位吧。王小姐，等下拍完可以给我5分钟吗？平若，我们想用你佩戴风尚珠宝的形象给我们杂志做封面，可以吗 All comers are welcome. Please contact my manager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Thank you. 啊，谢谢谢谢。平若，请。各位，这边请吧。 好，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薛珊珊，你真的长大了。我看我哥跟珊珊啊，真的是绝配。一个呢喜欢捉弄人，一个又傻乎乎的，每次被捉弄完了还在状况之外，神来一笔啊，让我的哥啊真是乐得不行。 哎呀，你说能把工作泰然自若地完成，还能让王品若把这个广告拍完，我看也只有珊珊了。换了我可不行。其实磨练真的是可以让人成长，但是呢，我就担心珊珊的事业心被磨出来。我可希望我以后的大嫂啊，是可以全心全意照顾我哥的。啊，我还不知道你不就是想找一个陪你喝咖啡、逛街的人？ 哎，正好我今天也不用去书店，我陪你逛逛吧。我的小心思怎么被你一猜就中呢？我是谁呀，小姐？你的小心思也太明显了吧！先是探班，接下来就约吃饭了。再看见你，让我想起许多美好的回忆。 哼，回忆永远只是回忆。你说你这不是自找吗？你看，自从我们在一起，有多少爱慕你的女孩啊？我曾经很自卑，也曾经气得牙痒痒。李叔的那次经验呢，真的是让我痛彻心扉。不过我想通了，像你这样的男人，就算是结婚了，身边情敌还会少吗？ 要逼这逼那的话，真的是什么工作都别做了。哎呀，所以我决定不必了。我还能说什么呢？轩珊，你可以啊，利用情敌来帮你赚钱。你是正面迎敌的狠劲儿，挺棒啊。
我说有的时候这女人真比男人还阴险啊。方腾，其实我对珠宝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知道你怕我一头栽进去就疏忽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但是我越是拼命工作，我越觉得我对事业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样说好像没志气啊，但是在别人面前我是真的说不出口，所以我觉得我对于事业，对于成为一个女强人，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能够认清自己，又勇于承认，非常的值得表扬。你看眼下我也不能喊累，因为柳柳比我更累，而且喊累也没有用啊。这是我该做的工作，我要让我们薛家在你们冯家面前抬得起头来，这是尊严问题。但是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之后，我不想成为什么企业的高级主管，也不想成为什么人物，我只想成为方太太，可以吗？嗯。好的，冯太太。这才是我的好珊珊吗？一家洗衣店开这2个专柜，日业绩已经破60万了。那如果再开设2个专柜的话，收入也可以破100万了。可不好，年底我就可以还清这1000万了。啊 ，yes！ Always keep the pace in the lifetime game. 1, 2, 3, 4, 5, 6. Life is rolling the dice, babe. While you're lost in dark, close your eyes. 说实话，这些都要感谢封腾，是他给了柳柳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我想，我也不能让封腾等太久吧。我已经等不及看封腾看着我们还完的1000万的表情了。哎，你说这活动照片都抛上去了，怎么从昨天到现在粉丝才增加不到3万人？你可能搞错方向了。你们的消费群体不见得热衷微博。是吗？我看风月也老挂在微博上呀。哎，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的珠宝品牌加上一些小故事啊？要不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也不能吸引到很多粉丝。怎么了？薛珊珊。嗯。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微博的昵称是怎么回事吗？打完老板好睡觉。完了，年代久远，我都不知道自己昵称是这么写的。哎呀，之前不知好歹嘛，我马上改。来不及了！啊！你要干嘛？我错了。好了，我们开始拍照了。好了没有？嗯。珊珊姐，这个珠宝公司明明就是你跟柳柳一起创办的，为什么你不想曝光？
珠宝公司是柳柳的梦想。当初我们一起创业的时候，我对珠宝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到现在也是，唯一能做的也只是算算账。珠宝公司能有现在的成绩，都是柳柳一个人的功劳。好，珠宝在这里。我倒是觉得，2个小镇女孩到上海来创业，这个议题蛮迷人的。好，再一张。记者往后移。也对，是要有点故事，专访才会精彩。如果不提2个女孩的创业，那该怎么说呢？以负债开始创业，哈哈哈哈哈！我真是太聪明了，竟然想到这样的议题，唉，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我想应该也会给那些到上海努力打拼的女孩子一些鼓励吧。虽然小小的出卖了你一下，不过我要感谢你，能够让我在报道中提到欠你1000万。所以把昵称也改成了 “boss 大人最伟大”。你怎么又偷看人家的微博？没有注销啊 ，QQ 也没有注销。那这次我改的昵称 “boss 大人”，满意不？啊？满不满意啊？非常满意。其实我很清楚，那个时候大家是怎么看我的，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傍大款的。即使我工作再努力，我的能力再强，即使当时那个男朋友的分公司一直都是靠我在撑着，我都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我的确是一个利用爱情的女人，也因此欠下了1000万。是啊，我觉得人在遇到那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有2种选择，要么是勇于承担，要么是推卸责任。当然，有很多人跟我说，这都是那个男人惹的祸，跟我没关系。我觉得我还是不能逃避。要不是因为我家里也不会因此负债。再说了，我要是不把债还清的话，我也对不起一直支持我、相信我的风腾先生。这也是很难得的，在负债巨款的情况下，在1年之内开了10几家营业点，而且在北京开了分店，实在是了不起啊！其实，这都是业绩，在这背后，怎么说呢？就像你们看到的，只是我在独当一面。其实，在我内心当中，真正最坚强的是我的堂妹薛珊珊。虽然她看起来比较单纯，比较随和，但在我心里，一直有一点是我很欣赏的，就是无论她遇到什么情况，再艰难再糟糕，她都从来没有抱怨过。在我心里，她就像一颗无瑕的钻石，坚毅、璀璨。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她的光芒。薛珊珊好像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在那儿。别拍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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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们看到的，是我在独当一面。看这么投入，看老亲人啊。真正最坚强的是我的堂妹薛珊珊。哎，真搞不清楚啊！你看这个蒋莲红了这么久还红呢。你这个时候说这些，你特别没气氛呢。我不是想逗逗你吗？你看你这么伤感，这是好事儿啊！我没有伤感，我就是觉得，我一看到这个吧，就想起我当初也是靠着风月给我的资金一路闯过来的。我看到柳柳说这些吧，我就心里面我感同身受，哎，我就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对你当然幸运嘛，碰到我你最幸运了。
对，因为有你，还因为我怀孕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蒋莲，我比你帅多了。他们居然把我剪进去了，太丢脸了。你就那么不喜欢上电视啊？说穿了，我只是管账的，以后公司是要完全交给柳柳的。重点是他们，你把我拍的那么胖，那么胖，我都没有收拾，好丢人啊！看起来好呆啊。我们家大风山终于有审美了。哎，对了，问你一件事。啊，干嘛呀？你什么时候用我的副卡呀？我不刷，为什么不能是你亲自刷呢？你看，自从我们在一起之后，每次逛街买东西都是我跟风月一起，你从来都没陪我买过东西，我抗议！那好啊，明天去帮我买一件衬衫。刷你的卡。我们还清了，我们还清1000万。最后一笔100万已经汇入，1000万全数还清。又1年了。好的好的，你跟那个柳柳也要多保重啊。哦，对了，伞伞，那个大伯母呢最近得了重感冒，大过年的你跟柳柳说说，让她回来团圆团圆，好吧？哎，好好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再见。刚刚伞伞来电话了。哦。今天是新历年的跨年。伞伞说，他们俩把那1000万全都还清了。1000万还清了啊？是吗？对，1000万还清了。不去跨年啊？不去了，今天有点累，想自己待会儿。柳柳，从今以后呢，你就开始步入一条属于自己的崭新的道路啦。你也是。但是呢，
柳柳，如果在这条道路上遇到适合自己同行的同伴，千万不要急着拒绝啊！嗯，给自己一个机会，加油吧！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静静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待在我身边，跟我一起进城。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许下了诺言，这份爱没有期限，绝不会搁浅。让我亲吻你的脸，留下最美的瞬间。爱你，我愿守在你的。有些情侣，一年只有这一天过得像一对恋人。而我们这一天纪念你的父母，其余的每一天，我们都过得像情侣一样，好不好？守在你的身边，直到永远。让人厌烦的夏虫声，风车在懒洋洋转着，很不寻常。辛苦了。天和心情都是有点辛苦，不过我做到了。希望你听。我们家胖山就是厉害。风腾，你愿意娶我吗？太无视真的想你表情，薛珊珊，你竟然敢剥夺我的乐趣！我是刷你的卡买的，挑的我自己喜欢的款式。你想结婚，又想办婚礼太累了，那还是交给风月来处理。我已经想好要怎么举办我们的婚礼了。护照办好了。你带我去旅行吧，环游世界好不好？打碎了完美的愿望，为了欣赏
珊，你愿意嫁给我吗？像枫叶的海上，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也许是偶然，交汇互放的我愿意。这都是偶然。曾经有人告诉我，灰姑娘不可能带着天下人的祝福进入城堡。虽然封腾是个王子，但我不是灰姑娘，我只是一个恰恰幸运遇上真爱的好姑娘。真爱是值得受祝福的。从此，王子跟薛姑娘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